萧敬腾双眸骤然聚焦，我已经没人去熬药了，先喝完药再回去。不许岔开话题，我的事不用陛下操心。我是你的皇兄啊，长兄如父，你的婚事我不操心，那谁来操心呢？我和他还没有到那个地步。看来这小丫头真有2把刷子。那朕给你指婚如何？别，我的婚事就不劳皇兄操心了，皇兄还是想想你的皇后吧。一道旨意下去，只怕纪灵会恨死他。听说太子的婚事被搅黄了，里面也有我的一份功劳，陛下记得要赏赐我。朕已经许久没上朝了，明日也该叫这帮老狐狸来上朝了。既然好了，是不是该给人家一些赏赐？人是你请来的，这赏赐不是你给的吗？这小丫头又不认识朕。灵儿那么聪明，她肯定早就猜出来了。你就大大方方的给吧，若是想要装病掩人耳目，叫人搬来我的府中，我亲自拿去给她。看来真的喜欢这个小丫头啊。嘿呀，你是挺会想的啊，连叫朕装病都想好了。这天下到底是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呢？陛下，你知道我从没那个意思。宫中眼线众多，这些人整日盼着你我2人早点死，你还是装一点为好。我就不装了。纪灵回到府中，便找了纪承霄谈了云归大师的事，唯独没说刚刚见过景和帝的事。小妹，你放心，大哥一定帮你把人给找出来。寺庙那边谨慎些。我听闻此人每月初1和15都会去庙里，如果这几日打听不到消息，我们初1去庙里蹲守。大哥，还是先不要打草惊蛇，还有几天就是初1了，咱们初1直接带人过去。咱们都没见过此人，我记得是春红陪着纪婉堂去的呀，他应该见过。走，咱们去问问。他没死。他不过是在替纪婉堂顶罪，这段时间家里又出了许多事，只是一个下人，谁记得他还关在牢里呢？走，去看看。将军府大牢，春红蓬头垢面坐在草堆上，不知道大小姐有没有遵守承诺帮她照看家人。这时纪灵和纪承霄2人一同坐下，把云归大师的样貌画出来。大公子，奴婢只远远的看了一眼，并没有记清楚样貌。记不清就慢慢想，仔仔细细的想，想到清楚为止，否则北街七巷那里的人就进来同你一起想。二小姐，他们是无辜的，求二小姐放过他们。哼，那你想好了吗？我想，请二小姐给我一点时间。若是告诉他纪婉堂早就被赶出去了，纪灵这么想着。纪承霄此刻更是对纪灵另眼相看，他还是很期待看到纪灵向他们撒娇卖萌的样子。小妹，那个我和二弟，你更喜欢谁呢？啊！纪灵震惊，你没病吧？陛下降头了吗？纪承霄听后心里拔凉拔凉的。想到了没？想到多少画多少，笔墨多的是呢。春红怯怯地提起笔开始画了起来。纪灵满是一头雾水，怎么突然问这种问题？春红慢慢把画像画了出来，再画一张。他抿着唇提笔重新画了起来。纪灵拿着2张笔对，大差不大。2人拿着画像出了牢房。春红一脸懵逼，这就走了。纪灵把其中的一张画像让人送去瑞王府。萧敬腾收到纪灵派人送来的画像后，他当即提笔重新画了一张差人送去给纪灵。纪灵收到后，很显然萧敬腾画得更加逼真。静等初1的这几日，纪灵一直在府中陪着纪心迪练字读书作画。终于到了初1，纪灵带上阿燕还有纪承霄3人一同前往天悲寺，如其他香客一样，先是去上大殿了香。各位施主，云归大师若于初1或15前来寺院，会在普光殿见客。明日大师大多不在庙中，今日大师是否已到访，小僧并不清楚。各位施主可自行前往普光殿瞧瞧，或许能与大师相见。3人揣着疑惑前往普光殿。普光殿大门紧闭，但外面已经排起了小队。咱们先跟着排队。纪承霄点点头。大娘，您也是来求见云归大师的吗？我第一次来，不知见大师要准备些什么，您方便提点一下吗？哦，第一次来吧？云归大师1个月里头只有初1和15才见客，前一天只见5名客人，就看谁有缘了。哦，何意？小姑娘，你是真不知道啊！先排着，一会儿小师傅会发号，大师会从号码中抽取5个号，就看谁有缘了。至于礼金，大师也是随缘收的，所以才会有这么多人慕名而来。谢谢大娘告知，大娘人美心善，今日一定会中签的。借你吉言，我来过许多次都没能中签，希望今日能见上。
有缘人到底是见有缘人，还是见一些不该见的人？这时，一名和尚从队伍前头走过来。各位施主，劳烦排好队，等时辰到了，小僧会给众施主发牌号。这云龟到底什么来头？他很想去瞅一瞅队伍中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。大哥，你带了多少人来？季承霄听后竖起了3根手指。才3个？30，全在外面候着。小和尚进了普光殿后，师傅，有不速之客。谁来了？将军府的人，现在在外面排着队。闻言，云龟大师手中的动作一紧。老的还是小的呀？是一男一女，小的。暴露了，快撤！这是找他算账来了。师傅，您从后门先走，徒儿一会儿对外宣称您今日没来。他们既然来了，断然不会空手而归，给他们送点小礼物。云龟大师从后门溜出去了。各位施主，时辰已到，大师今日并没有前来，让各位施主久等了，为表歉意，大家可以随我前往大殿领取一份开光平安符，以作赠礼。阿燕，那个小和尚很可疑，你去跟着。阿燕点头得令。纪灵和季承霄等香客都走后，两人偷偷溜进了普光殿内。两人看一会儿，好像都没看到哪里可疑的。这时，纪灵目光扫到壁柜上的金钵盂上，正当他拿下那个金钵盂时，四周无数暗箭倏然射出。季承霄身手极为敏捷，迅速闪身到纪灵身旁替他挡箭。纪灵隐隐闻到一股火药味儿，快跑！两人以最快的速度冲出大门，但仍被爆炸后的余威震到。两人灰头土脸地爬起身。大哥，人来过，他跑了。季承霄听后吹响哨子。萧敬晨常来天悲寺，谁知才刚到，就听到惊人的爆炸声。他飞快地跑到纪灵身前。你有没有事？有没有哪里受伤？我没事。季承霄也吐了一口灰气。他这个大哥还站在这儿呢，瑞王怎么对他妹妹动手动脚的？小妹，擦擦脸，有没有伤到哪里？先别说这些，赶紧抓人，错过今日，往后再想抓可就难了。我已经命人封锁起来了，你先休息，缓一缓，这些事我来处理。小妹，你放心，咱们的人一直守在外面，他跑不掉的。他飞身跃上屋檐，站在最高处，仔细观察着天悲寺的布局。季承霄和萧敬晨跟在纪灵后面。灵儿，方才的爆炸声太大了，你先回去让大夫看一看，这里交给我。我身子没事。季承霄也有些担心纪灵的身子。不一会儿，纪灵眼尖的看到小七带着2名暗卫押着一个和尚回来。纪灵跳下屋檐，急忙走了过去。大公子，二小姐，人已抓到。难得棋逢对手，云龟大师初次见面，别来无恙啊。他抬眸看了纪灵一眼。原来你不是他，难怪没起作用。纪灵抽出匕首刀尖抵在云龟下颚。把他放哪儿了？不告诉你，你快来杀我呀！萧敬晨和季承霄听得一头雾水。他狠狠转着刀刃，云龟大师疼得大叫。你说不说？你有本事就自己找，就算杀了我，我也不会告诉你的。小妹到底在找什么？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他？萧敬晨看出来纪灵很心急。此人关系到朝廷之事，先把人关押到刑律司，等我审出结果之后再来通知你。哼，你审不出我想要知道的事。人是我们将军府抓到的，小七带回去。灵儿，你知道的，此人关乎陛下，涉及朝廷，必须要关进刑律司审问。那是你的事儿，我也有我的事儿。等我的事情办完了，才轮到你审。季承霄此刻才知道抓了什么重要的人。瑞王，此人是我们将军府抓获的，理应由我们先审。云龟大师突然吐了一口血。纪灵眼疾手快，立即抽出银针搭在云龟大师的胸口和脑袋上。哼，想死没门儿！云龟大师被救后，没想到这个黄毛丫头医术如此了得。快说，不然我让你痛不欲生。他明明已经死了，原来你是冒名顶替了将军府的二小姐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这是我亲妹，和我娘长得一模一样的亲妹，连血都能融成一块的亲妹，死前还想挑拨我们将军府的关系，我呸！要不是留着你的狗命闪着，老子现在就剁了你！把他押回去。他示意暗卫上前押走云龟大师。萧敬晨，灵儿，事关朝廷和陛下的事，你们将军府关押不合适，人必须要关押在刑律司。我知道你着急，你拿着令牌可以随时来刑律司审。万一是通敌的细作，若是不慎死于将军府的牢中，少不了有人要拿这些做文章。云龟大师心神一震，本就虚弱的身子由于情绪波动巨大，直接昏了过去。
晕过去了，快送回去医治，别让他死了。萧敬晨挥手示意手下赶紧抬回去。小姐，您说的果然没错，这人有问题。方才爆炸声响后，他便想趁机开溜，幸好被我抓住了。小姐，大公子，你们没事吧？没事，把人给瑞王。阿燕也很懵。大哥，叫上所有人，随我去找一些东西。季承霄转头叫小七去把所有暗卫都叫过来。这时，两队官兵左右相护，簇拥着一位气度华贵的妇人缓缓走来。皇嫂，您怎么下来了？陈儿，还好你在这儿。我在普济殿里听到下面有爆炸声，庙里这么多百姓，我担心出了事，所以下来看看。纪灵一眼便察觉到这些人个个武艺高强，难怪住这里这么久还能相安无事。皇嫂，这里有我，您无需忧心。场面混乱，恐伤到您，您还是先回殿中歇息，待我处理妥当，再上去找您。皇后缓缓点了点头。萧敬晨自小便在他膝下长大，他早已将他视作半个儿子。臣季承霄见过皇后娘娘。臣女纪灵参见皇后娘娘。免了。他目光依旧放在纪灵身上，他印象中将军府并没有这么个女儿。臣还有要事，先告退。季承霄和纪灵转身要往普光殿的方向去。灵，你怎么受伤了？纪灵转头瞥了一眼自己的手臂，季承霄赶忙上前掰掉萧敬晨的手。瑞王请自重，是受伤了吗？大哥看看。我没事，不是我的血。灵儿，你听我的，你先回去，让大夫好好看看。你要找什么东西，我让人全搬回将军府给你，好不好？这个男人今天怎么这么啰嗦？季大公子，你难道不担心你的妹妹吗？万一她受了内伤，耽误了医治，你良心过得去吗？小妹，瑞王说的有道理，咱们还是先回去好不好？这里交给小七就行。纪灵听后极其无语，今日这两个男人怎么这么奇怪？碍于皇后在这，小七叫人把普光殿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搬回府中，一张符纸都不能落下。是，小姐。纪灵先告辞了。目送纪灵三人离开后，那小姑娘是将军府的小姐，本宫怎么没有见过？她是流落在外的那一位，前不久刚回府，她还救了我一命，没有她，我可能早就死了。原来如此，难怪我看她有几分眼熟，是像季夫人对吧？你是把人家小姑娘当救命恩人，还是当心上人呢？皇嫂怎么和皇兄一样，总是喜欢当面戳穿她的小心思？皇嫂，这些日后再跟你说，现在三言两语说不清楚，您先上去休息，我去把这些事情给处理了。兰英见到纪灵这副模样回来，她赶忙去备水给纪灵洗澡。泡在浴桶中的纪灵长长的舒了一口气。小姐，去天悲寺抓人，怎能弄成这样？发生了什么事？无碍，就是寺庙被炸了啊！那不能再泡了。小姐，您赶紧起来，我替您擦干身子，马上叫大夫过来瞧一下。纪灵知道他们是在担心自己，况且他觉得没事就是没事。纪灵穿戴好后出来，绝大夫已经在外面等候了。绝大夫，可有什么问题？小姐可有头疼、胸痛症状？没有。如此，那没什么大碍，先观察观察，明日再看看。有劳绝大夫去我大哥那里，给他也看一看。绝大夫刚走，季辛迪就闻声赶来，看到纪灵没事，他松了一口气。小七带着人扛着几袋东西回了府，纪灵逐一挨个检查，都没有寻到云舒的影子。明日得去撬开云归的嘴才行。第二日一早，景和帝则偷偷变装出宫。皇后看到景和帝的到来，不禁有些惊诧：陛下怎会来此？臣妾以为您早就忘了呢。陆贞，你可知这个荷包朕一直带在身上，从未离身，直到前2日才偶然发现里面还藏着其他东西，这你知道吗？陛下这是特意来兴师问罪吗？既然料定是臣妾做的，又何故来问？哎呀，朕自然不信是你做的啦，所以才来找你嘛。你先听朕把话说完。这不是我缝的那个，所以陛下过来是想要说有人陷害臣妾，有人疏离你我二人，对吗？景和帝把自己的苦衷诉说了一番。这是朕眼拙，怪朕没早点看出荷包的问题，让你在这受苦了2年啊！如今此咒已破，朕定然不会再因此做出什么糊涂事儿来。你随朕回宫吧。他忍辱负重，在这里祈福2年，要回宫也得揽些名声回去。那陛下可有查出是谁这么陷害臣妾？陆贞啊，此事不单单是陷害你那么简单的，都已经谋害到朕的头上来了，朕又岂会放过他们？陆贞，我们2年未见了，你难道就一点不想念朕吗？皇后冷眸瞟向一旁的知夏和东允，能模仿她的针法，还用她陪嫁特有的云丝线缝制。东允余光瞧见皇后一直盯着他，他心脏狂跳不安，即便把贤妃供出来，必
陛下也不可能放过他。娘娘，是奴婢对不起你，奴婢以死谢罪。说完，东云猛地朝柱子撞去。皇后见状，她闭了闭眼。来人！2名侍卫推门进来，拖出去，五马分尸。是。 2名侍卫拖着人出去。珍珍，随我回去吧，好不好？陛下当年昭告天下，让臣妾来此为百姓祈福，如今悄悄的就接臣妾回去，百姓会如何议论？好，朕明日便摆驾来接你回去。陛下若无其他事，请回吧。他是为了他的恒儿回去的，不急这一日。纪灵和阿燕提着几个笼子来到大牢。季二小姐，小的就在隔壁，你还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。纪灵挥挥手示意他出去。云归大师抬眸看了一眼纪灵，大师，我劝你还是老实交代，能少受些苦，否则我有的是法子让你痛不欲生。他受苦一世，你就和他一样煎熬一世。有什么招数尽管使来。敬酒不吃吃罚酒。随即伸手从笼子里面掏出一条蛇，抬手伸到云归面前，脸上的嘲讽瞬间变成僵硬。大师要不要试试？虽说被这蛇咬到，也就仅仅会头晕恶心、神经麻痹而已，不过不是立即见效，想必大师不喜欢。我给大师换一个见效快的。纪灵又重新抓了一条出来，长蛇盘在纪灵手臂上，这条大师一定会喜欢的。被咬到的伤口瞬间如刀割般疼痛，一炷香内皮肤便会溃烂发黑，很适合大师这般黑心肝的人。阿燕在一旁看得头皮发麻，小姐真的是个狠人。有本事就弄死我，废什么话？纪灵冷哼，随即把蛇丢到他身上。云归大师惊得身子一抖，纪灵坐到椅子上。这时萧敬晨也来了，霍成见此更是惊掉下巴。纪二小姐真的是奇人啊！纪灵见萧敬晨来了，他并没有理会。大师赶紧想清楚了说，想一死了之是不可能的。认识这个词吗？喏，七叶重楼一枝花，专解蛇毒的。放心，我还会给你配地丁花乌桕，死不了的，就是受点折磨而已。五步蛇已经爬到云归的肩膀，他转头闭眼不再看这条蛇。五步蛇直接在他肩膀上咬了一口。霍成和阿燕看得一身冷汗，到底是什么事能让纪灵下这么狠的手？他随即起身在云归身上扎了几针护住心脉。放心，死不了的，就是痛了点，我让水蛭帮你把毒给吸出来。他死死瞪着纪灵，这个黄毛小丫头手段居然如此狠毒。我劝你快说，否则我让你把笼子里的全部都尝试一遍。我怎知说了？你还给不给我解毒？先解毒。他把草药敷在云归伤口处，越过天悲寺那座山，埋在另一面，深夜雨大去的，记不清位置了。纪灵锋利的眼眸掐着云归的脖子。你要是敢骗我，我让你痛不欲生。怎么，你不是很厉害吗？还怕找不到？阿燕，走。萧敬晨赶忙追在身后。我同你一起去。出了刑律司，往东走，去一家叫万法园的铺子。随后纪灵上了马车，萧敬晨便跟在后面上了纪灵的马车。我已经命霍成回去带人一起找，人多找得快一些。瑞王不去审你的犯人，怎么有空来操心我的事？我们不是朋友吗？你的事比较急，犯人可以明日再审，又跑不掉。随你吧。纪灵隐隐感觉萧敬晨起了别的心思，不一会儿就到了万法园铺子。纪灵跳下车，快步走进铺子。掌柜在吗？小姑娘又来了。萧敬晨打量了一圈，长得倒是清秀，居然开这种铺子。公子可有空闲？想雇公子随我一起去个地方，找一个被封印的物体。有空有空，不过今日我很贵哦。公子开个价吧。500两。这里有300两，回来再付你200两。好说好说，姑娘想要带些什么法器过去，随便挑。剩下的本王替她付了。清源瞬间收住笑脸，他看着手中的钱袋，又看向纪灵。瑞王不必惦着，我纪灵还没有穷到给不起500两。那你就当欠本王的吧，日后还给本王就行。咱俩比较熟不是？欠熟人的总比欠陌生人的好。行吧，回来还给你。是他，难怪。清源则去收拾了自己的背包。公子请。纪灵把清源请上马车。萧敬晨非常的困惑，公子怎么称呼？叫我清源就行。纪灵轻轻点头，便没有再说什么。灵儿，被埋的是何物？本王一会儿叫手下们一起找，人多会找得快一些。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东西，有可能是木盒或者一些瓶子、法器等等。找的时候留意看看有没有符纸或者钉子扎的，有这些可疑的地方告诉我就行。萧敬听后明白了，清源坐在两人对面，
郎有情妾无意，情之漫漫何其远呐！马车到了天悲寺另一边的山脚下。王爷要找什么东西？把地底下一切可疑之物全都翻出来。霍成会意，这是要跑整座山。这丫头有这么多帮手，还来找他帮忙。你找那半边，我找这半边，一个被镇压的神魂和我长得一样，别找错。行，拿人钱财替人办事，清源麻溜的就往另一边走去。灵儿，你现在的身体有没有事？没事。他一边往前走，一边掏出八卦罗盘，开始找起来。萧敬晨跟在纪灵身侧，另一边，清源烧了一张符纸，他叫上一名侍卫随他朝目标奔去，最终在一棵松树停下。随即他吩咐侍卫开挖，侍卫大约挖了3尺，便挖到了一个木盒。你去把那小丫头叫过来，就说东西找到了。侍卫放下锄头，就往山下跑去找人。王爷，季二小姐，那位公子说找到了，让您过去确认一下。纪灵二话不说，就朝刚刚侍卫跑来的方向跑过去。小丫头，赶紧看看是不是这个。纪灵拿起后，小丫头要解开封印吗？当然。灵儿，要带回去处理吗？不在这里，马上就拔。真的做好准备了？拔钉可是会很痛的哦。我知道。他能清晰地感受到云舒这段时间过得非常的痛苦。劳烦清公子帮我拔，还请下手干脆些。最后，请把它收到这个紫玉中。哇，小姑娘，这等级品含灵气的玉石，你上哪儿寻得的？方便告知吗？我也去寻一块。萧敬晨看了一眼，那不是他送的吗？纪灵没有回答这个问题。他羞涩地瞥了一眼萧敬晨，萧敬晨已经捕捉到纪灵脸上闪过的那一抹绯红。清公子，办正事要紧，动手吧。哼，先替你主子拿着，一会儿才用到。接着便在木盒上剑指笔画，下一秒，一颗钉子被他倏然拔起，纪灵胸口猛地地往前抽了一下。萧敬晨快步上前扶着纪灵。怎么了？哪儿不舒服？没事，继续。清源念着咒语，继续拔第2根。纪灵膝盖猛地一软，他浑身好像被抽走了力气。住手！不许拔了！拔，不许停！灵儿，小姐，要不回府再说？拔！清源快速念着咒语，就在最后一根钉子飞出时，人也倒了下去。灵儿，纪灵躺在萧敬晨怀中，虚弱喘着气。云舒被放出来后，他便挺不住晕了过去。萧敬晨抬眸，却看到一个和纪灵长得一模一样的神魂飘在空中。阿燕也是头一回见到传说中的神魂。清源接过紫玉，云舒变成一缕青烟投进紫玉中。这你主子拿着吧，他醒来后会自己处理后续的事。瑞王，把小姐给我吧，我带小姐回府。他抱着纪灵转身朝山下走去。等等，萧敬晨顿住脚步，把他放下，我给他施几针，否则他明天也醒不过来。说是你施了针，他反而醒不过来，到时你该当何罪？不可能，这种事我有10成的把握。他方才遭术法反噬，三魂七魄动荡不稳，才晕了过去。此时只需施针固魂稳魄，3个时辰后便能醒过来。若是你等他自己醒来，少说3日，多则7日。随后他缓缓蹲下，在纪灵的头部、胸前、手腕扎了几针。好了，今晚某时他会醒过来。王爷有发现？说。他抱着纪灵站起身，霍成双眸瞟向一旁的清源和阿燕。萧敬晨会意，他抱起纪灵往山下走，而清源和阿燕也识趣的没跟上。王爷，有弟兄们挖到2箱官银。萧敬晨听后侧头看了一眼霍成，封锁现场，去禀告沈大人，让他来查。好的，王爷。到了山底后，萧敬晨则抱着纪灵上了马车，他正盯着纪灵的脸庞看得出神。车帘被人一把撩起。清公子，将军府和你那儿不顺路，公子骑马吧。啊！清源睁大无辜的双眼，怎么那么多匹马在那儿，不够清公子挑吗？还是说公子不会骑马，需要本王吩咐人带你回去？会骑。会骑。瑞王殿下，你应该没别的事儿了吧？直接回你们将军府就行。阿燕应声点头，随即驾着马车赶回将军府。萧敬晨紧紧把纪灵拢在怀里，眸光最终定格在纪灵方才刚吐过鲜血的小嘴上，看得不禁惹人心疼，还忍不住想咬上几口。随后在纪灵的额间落了一吻，马车停了下来。瑞王到了。随后他抱着纪灵下了马车，大步朝将军府里走去。萧敬晨如同回自己王府一般，径直往纪灵的院子走去。季承霄从练兵场回来后，就在找纪灵。正当他在院中转悠斟酌时，便看到萧敬晨抱着人回来。他急忙跑过去，想把人抢过来。季大公子，还请让开。瑞王殿下，灵儿是我妹妹，把她给我。你抱着不合适，男女授受不亲，瑞王难道不知道吗？都到府中了，季大公子还急着抱一下，不合适吧？本
本王心悦他抱着正常，总不能让你这个当哥哥的也心悦于他吧？哼，别和本王说你还有这种癖好。让开！季承霄被萧敬腾的话当场怔住。待季承霄反应过来后，萧敬腾已经抱人进了屋，他快步跟了上去。瑞王居然连他这个大哥的醋都吃，就不多留瑞王了。不过我还是得提醒瑞王，小妹不一定心悦你，所以请你自重些。除非哪天小妹亲口说喜欢你，否则我们是不会同意您和她这么亲密的。多谢季大公子告知，本王会努力让他亲口承认的。到时候咱们还会是一家人。季大公子还是少动一些怒，客气为好。萧敬腾说完潇洒离开。今日他算是见识到了传闻中那个脸皮厚的瑞王了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怎么又受伤了？大公子，上午我和小姐去刑律司审了云归大师，大师招了，说把小姐的神魂埋在山上，我们便去山上找，找到后，小姐便直接叫亲公子解除封印，但小姐遭了反噬，亲公子已经尸身稳固了，说小姐虚时便会醒过来。哪个亲公子？是万法园铺子的老板，奴婢也不认识，不过小姐好像认识。再去叫太医过来看看。是。阿燕转身出去找绝大夫，兰音也帮季灵擦好了双手和脸颊。季承霄烦闷地在季灵屋里坐着，小妹为什么出门都不喜欢叫上他？季辛迪和季夫人也一同赶了过来。绝大夫来后给季灵把了一脉，他如实禀告后便退了出去。大公子，今天挖出来的就是这个东西，秦公子说等小姐醒后让他自己处理掉。盒子一打开，一个身上包着布好人刺入几人眼中，几人来看一眼没什么事，便各自忙活去了。燕儿，你伤口掉痂了没？差不多了。走，去我屋。小姐说女孩子身上不能留太多疤痕，给了我几盒祛疤膏，帮你擦着。真的？小姐给的？对呀，不然我上哪儿买这么好的药膏给你擦？那快去！阿燕催促着，拉起兰音起身往她厢房去。虚时一到，季灵如期醒来。小姐，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哪儿不舒服？还好，应当是睡久了，有点昏沉，无碍。小姐饿了吧？奴婢去给您端些吃的来。去吧。兰音去端了吃的，阿燕则扶着季灵走到桌边。小姐，这些东西您看着还要怎么处理？季灵满脸心疼，她拿起紫玉在手中抚摸了2下，有灵气温养，7日后云舒应该又能活蹦乱跳了。季灵慢慢吃完后，她从盒子里面拿出那个小草神。兰音，拿笔和朱砂墨来。兰音效率很快，马上备好笔墨。季灵拿着笔把上面的8字改成了季婉堂的。去把火盆拿到院中来。季灵把草人丢到火盆里烧起来，嘴里默默念着咒语。刹那间，一阵冷风倏然袭来，卷走了火苗上漂浮的草木灰。另一边，萧文俊和季婉堂此刻正在相拥。先前他以为萧文俊就他一个女人，谁知东宫早就有一位侍妾了。一阵风吹来，季婉堂脑中忽然出现赵家夫妇正在地狱里被拔舌，他倏然睁开眼，推了一下萧文俊。你干什么？殿下，堂儿跪麻了。坐下。萧文俊命令季婉堂坐在床边。走开！季婉堂不想好好伺候，就给姑滚出去！殿下，是堂儿这几日没有休息好，精神欠佳，堂儿明日再服侍殿下好不好？滚出去！季婉堂只好灰溜溜地走人，浑身像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拉扯。这时婢女看到季婉堂跌坐在地，过来扶了一把，并好心把她送回房中。你别走，今晚陪我1晚可以吗？这个送给你，今晚守1晚可以吗？婢女伸手接过答应了，但有好处拿在这守1晚是可以的。这一日，太子没半点心思搭理季婉堂，因为景和帝要接皇后回宫。城中的百姓听闻后，早早便簇拥在城门口和回宫的道路上，青竹院。小姐，咱们也去凑凑热闹吧，难得有机会一睹圣上和皇后的尊容。小姐，您这一点也不好奇吗？自然要去，先准备点东西，一会儿咱们再出发。好啊，小姐最好了。对了，小姐，您要准备什么？给皇后娘娘的一个相意惊喜。主仆3人忙活了一小阵便出发了。随后他又和阿燕分头行动，2人分别上到街边最高的阁楼，在檐廊下互相往对方所在的阁楼楼顶弹几颗米粒。终于浩浩荡荡的队伍缓缓驶了过来。季凛川与萧敬腾一身戎装，2人骑马在最前头开道，萧文俊则骑马紧随在帝后的銮驾后面。皇后娘娘真的心善啊，听说
日日素衣素食的给咱们老百姓祈福啊，是难得一遇的贤后啊。可不是嘛，前几年天灾丰收都不好，这2年都没什么灾害，庄稼比往年丰收了不少呢。难怪圣上疼惜他，弄这么隆重的排场接他回去呢。哎呦，来了，快看！百姓纷纷窥望銮驾上的皇后，果真是母仪天下的皇后。皇后啊，心系着咱们百姓，是咱们大昭国的好国母啊。空中忽然飞来一群美丽色彩鲜艳的鸟群，百鸟朝凤，皇后真是感动了上苍啊！吉兆啊，天佑我大昭国！坐在銮驾的圣陛下和皇后也被此异象给惊讶住了。萧文俊见此暗暗皱眉，怎么会有这种天象？景和帝慧眼扫了一遍四周，看到纪灵时，他垂下眸子微微笑了笑，当赏。纪岭川疑惑地看着那群鸟，他张望2下便看到自己的女儿站在那处阁楼上。萧敬腾还是一眼看到那个他喜欢的人，他暗暗夸赞他的灵儿就是很特别，很耀眼。纪灵只淡淡瞥了一眼萧敬腾，哇，那就是当今圣上和皇后吗？奴婢今日能一睹天颜，也算真真切切开了眼。希望今日能沾沾皇后的福气，愿往后平安健康快乐。小姐，端王一定是在看你，他目光都没有挪开过呢。别胡说，程哥哥带队护驾，他只是在观察周围环境，这么多人，他怎么可能注意到我？哎呦，小姐，您是赵京第一闺女，又和端王殿下一起长大，端王肯定是看您的。奴婢瞧他已经看了很久呢。说这些话的声音很近，听着意思大概是这位小姐仰慕萧敬腾已久。宫门口文武百官早在此等候。恭迎陛下，娘娘圣安，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，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。众卿平身，皇后为民祈福，承动天地。今日安然回銮，实乃国朝之幸，朕心甚慰。众卿当同贺。迎接仪式结束后，随后皇后便回了自己的福宁宫。李淑妃是靖安侯府出来的嫡女，名为李思佩，太子没那么容易扳倒。皇后一踏进门，臣妾恭迎皇后娘娘回宫，娘娘圣安。皇后端坐在凤位上，身上国母的气度仍丝毫未减。都起来吧，本宫不在这些时日，后宫诸事平稳，皆是你们安守本分、恪尽己责的功劳。诸位都辛苦了。娘娘为天下万民祈福，凤体辛劳，臣妾等人不过是在宫中各守本分，何谈功劳？娘娘这般说，臣妾愧不敢当。李淑妃自然担得起。本宫不在的这2年，你协理后宫，辛苦了。本宫既然回来了，即日起你不必再替本宫费心操劳。李淑妃心有不甘，谢皇后娘娘体恤，此前臣妾不过是暂代分内之职，谈不上操劳。往后随时听皇后娘娘差遣，为娘娘分忧。今日都见过了，你们的诚意本宫心领了，想必也都累了，跪安各回其位吧。待众人退下后，皇后回到自己的寝殿中。她不回来，谁替她的恒儿谋前程？另一处宫殿，一位华贵的妇人倚在斜榻上。大祭司，今日的祥瑞你如何看？哪有什么天降祥瑞，不过都是人为的。哦，怎么说？今日鸟群飞来时，在下也在场，那些鸟都是有目标而来，碍于人多眼杂，在下并没有现身上去查看。不过我可以肯定，是有人刻意为之。太后缓缓瞟了一眼祝席，何人能有这等本事？等在下查清后再禀告你。哼，将军府那2个小丫头你都弄不死，你已经打草惊蛇了。瑞王都查到哀家这边来了，你给哀家小心些，别坏我大事。您放心，上次是我小看了那2个小丫头，今后绝不会大意了。想办法让云归消失，别让瑞王从他嘴里撬出什么东西来。他不会的，他绝不会出卖任何人的。怎么下不去手？还是你觉得你还能救他？让他杀掉自己的同胞，他做不到。大祭司，请以大局为重。我有分寸，时候不早了，在下先告退了。祝席说着转身离开。瑞王没死，皇帝又把皇后接回了宫，难道云归的血咒失效了吗？一时不
不知萧敬腾用了什么办法，查到云归大师与李淑妃有牵扯，景和帝直接下令把李淑妃打入冷宫。太子萧文俊知道后，心头直突突跳着。眼下他们母子只能夹起尾巴以静待时，不知不觉便到了将军府的认亲宴。季辛迪头一回经历这种大场面，他不免有些紧张。姐姐怎么了？小妹，我在你这儿同你一起梳妆吧，我想听听你的意见。姐姐不用担心，今日一定能让众人一眼惊艳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姐妹俩终于梳妆好了。纪岭川等人在祠堂准备好后，纪灵和季辛迪到场，开始入谱吧。几笔落下，他终于有家了。看到姐姐那么激动，姐姐应该很开心吧？灵儿、辛迪，快上香磕头。等等，爹不把季婉堂的名字除去吗？话落，众人一震。爹，确实没必要留着了，把季婉堂的名字抹掉吧。季夫人半句话也没说，纪灵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季婉堂名字被抹除。两人上香磕头后，外面的宾客也基本都到齐了。当母女三人缓缓步入宴会正厅时，纪岭川他正准备开口介绍：“瑞王殿下来贺！”只见萧敬腾带着侍卫抬着8个大箱子走来。叶轩见此，脸上顿时难看起来。申哥哥什么时候认识将军府这2位小姐的？本王奉陛下之命，特来将军府道贺，这些都是陛下给季二小姐的赏赐。此话一出，众人惊呼，原来是陛下的赏赐。这个二小姐到底和陛下什么关系？后面这2箱是本王给季二小姐的谢礼。纪岭川听后暗暗松了一口气。叶轩见状，面色稍稍缓和，不是提亲就好。太子和季婉堂不邀自来，季婉堂在女眷那边的人群，这种万众瞩目的时刻应该在他季婉堂身上才对。沈玉看到今日精心打扮的纪灵，美得戳到他心里头。纪灵谢陛下圣恩，谢瑞王殿下厚赠。萧敬腾轻扬嘴角，定定注视着纪灵。免礼，快些收下吧。纪灵微微点头。承蒙诸位拨冗赴宴，今天这场认亲宴，想必大家都有耳闻。本将有个小女儿，从小就遭贼人绑架，现在幸得老天庇护，让她安然无恙地回到了本将身边。另外还有件悲惨的事儿，本将的大女儿从小就被有心之人调包了，这10余年一直在受苦，如今也找回来了。本将呢，今日设宴就是想同诸位郑重介绍我的2位亲生女儿。来，辛迪啊，过来。悉数打量的目光全都落在季辛迪身上，缓步走到季岭川身旁。诸位，这便是我季岭川的长女季辛迪，和季将军有几分相像。众人纷纷小声议论起来。季婉堂在后面听到，后槽牙都要咬碎了。今日得以归宗，辛迪满心感激，更感谢诸位抽空到场。出入府中尚有诸多礼数要学，往后若有不周之处，还望诸位海涵。季岭川对季辛迪的表现也甚为满意，随后他朝纪灵招了招手。季岭川同样向众人郑重介绍了一番今日的认亲宴，感谢诸位亲临见证。今日这等隆重的场合，有些话本不该讲，但我这人喜欢丑话说在前头。我纪灵是失踪11年没错，但不代表我这11年的过往可以随意任人编排造谣。前阵子传得沸沸扬扬的谣言，诸位肯定有所耳闻，我自然也知道悠悠众口，难以堵住。虽说清者自清，无需自证，但今日并不是想自证什么，而是想告诉大家，我这个人很护短，还很记仇，向来睚眦必报。此言一出，众人纷纷低语议论，敢欺负他女儿，他这个爹第一个不放过。季时宴在一旁暗笑，看来小妹确实挺记仇的。灵儿说得好，往后还有哪个不长眼的敢当众欺负你，直接打回去，不用有任何顾虑。看来这位季二小姐和瑞王的关系很特殊啊。这还用说，没看到陛下都在今日赏赐这么多东西，显然是在给他撑场子，不然他能这么有恃无恐地说这些话？叶轩嫉妒又羡慕，他堂堂国公府的嫡小姐，他和陈哥哥应该走得更近才对。季承霄看不下去了，瑞王怎么总是第一个跳出来给小妹当出头鸟？诸位，灵儿是我将军府的人，有些不实的谣言，还望诸位切莫在背后妄加非议。无论如何，我们将军府一家人都会站在他的身后，做他坚实可靠的后盾。
绝不会让他独自面对的。季承霄说完，冷冷扫了一眼萧敬晨，轮到他来操什么心？上官雪看到季承霄走出来的那一刻，室内是救他的公子。今日本将还有一事宣布，是关于季晚堂的，诸位也有所耳闻，本将就不再过多的解释了。那本将在此宣布，季晚堂不再是我谢家的人，往后他无论如何都与我将军府无关。众人听到这个消息并不稀奇，只是有人小声议论季晚堂的所作所为。爹，你怎么能这么狠心？好歹我陪伴了你们10余年，你怎么能说不要就不要了？他怎么来了？萧文俊咬牙攥紧拳头，他就不该听季晚堂的。我以为你好歹有点自知之明啊，看来时至今日，你还是不曾有过半分的愧疚之心呢。哼，不瞒诸位，纪灵那时的谣言就是我说出去的。我承认，他回府时我是对他做了一些下作的事，但我只是让他丢了一点脸面而已，从未想过把他赶出府，而他们却因为这点事直接把我赶出去。对，我非亲生的没错，但我生下来睁眼便是将军府，我何错之有？我何其无辜？这10余年，我一直把将军府当我的家。某一天，他们忽然就告诉我，我不是亲生的，便直接把我赶出去，就连收我做养女都不愿。诸位觉得公平吗？厚道吗？众人一听，好像有些道理。季承霄和季时宴今日才见识到季晚堂的厚脸皮，季夫人她失望地转头到一边。仅仅是这样吗？原以为我们不对外去说，给你留着一丝体面，你还会感恩。没想到你还能跑来自取其辱。自己做过什么，要在这一一说出来吗？是我不过就是弄点小小的伎俩针对他，可他不是活得好好的吗？我从未想过要他的命，你们把我赶出去，就是要了我季晚堂的命。论心狠，谁比得过你们？季晚堂，你别在这里颠倒众人是非，你屡次害小妹险些丢了性命，居然还有脸在这恬不知耻说这些话。我要是你，当初就麻溜的跟陆伯去江南安然度过余生，而不是拼死厚脸皮留在昭京缠着不放。说白了，你就是贪心不足，还要反过来倒打一耙。像你这般恶毒的女人，陈塘进猪笼都不为过。如此说来，季晚堂确实太过恶毒了。你有什么资格对我评头论足？你在赵家国的连个下人都不如，如今摇身一变抢了我的位置，还想捧高自己踩我一脚，你也配？哼，谁人不知你从前有多粗鄙有多丑，也不知道用了什么旁门左道，换了副皮囊就敢摆出高高在上的姿态，也不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。我知道了，难怪大师说纪灵本该是已死之人，居然还能活着回来。他不是人，他绝对不是人，他是妖女啊！说得通了，说得通了。从他回府后，我就频频看到不干净的东西，是他，一定是他，他会妖术。这你胡说八道，我打烂你的嘴！居然敢当众说小妹是妖女！你个贱蹄子，敢打我！他反手想给季心迪一巴掌，手挥到空中，被一道力量死死捏住。他愤恨瞪着纪灵和季心迪，他直接一脚把季晚堂踹飞。他在对面又一脚把季晚堂踹飞回地上，他连连吐了2口血。哼，我是不是警告过你，再胡说八道一个字，撕烂你的嘴，上赶着往我这找死，你是第一个。季晚堂连续被踹了2脚，已经说不出话来。这姐妹2日后的婚事，怕是难以有着落。季晚堂，我念在养你10余年的份上，一直给你留着体面和后路，可没想到时至今日，你还能反咬一口。白眼狼这3个字都不足以形容你了。今日你的所作所为，意欲何为，不用我多说，大家也都心知肚明。毕竟这里全都是聪明人，你以为凭你的3言2语，别人就会被你牵着鼻子走了？在季晚堂垂死挣扎之际，萧文俊在人群后面偷偷溜走。太子殿下，既来贺宴，怎么还没开席就要走了呢？太子莫不是对将军府有什么不满吗？王叔哪里的话，姑才刚来，见大家都围在这里，不知发生了何事。他赶忙爬到萧文俊脚步。太子哥哥，他们都欺负堂儿，堂儿是您东宫的人，他们居然敢当众打我，这是在打您的脸，您要为堂儿讨个公道。纪灵
听后白了一眼季婉堂和萧文俊。季将军何事这么大动干戈，不给姑一个说法吗？此女在我将军府口出狂言，屡次挑衅我将军府的底线，若不是看在殿下的份上，本将早就地斩了。太子殿下，你后宫的妾室都敢跑来将军府撒野，若非是你点头允许，他怎敢在此当着众人的面登峰造次？纪灵嗤笑一声，萧敬臣说的这般直白，很好。瑞王话可不能乱说，姑并不知道他会来此闹事，毕竟大家都知道季婉堂和将军府有些个人恩怨，这些恩怨与姑无关。殿下，他是您的人，殿下怎么能这么薄情？你还好意思说？今日你擅作主张，把姑的脸面都丢光了，还不滚回去？若不是此刻人多，他绝对不会管季婉堂的死活。季将军，怎么说婉堂也是您养大的，虽然他随姑入了东宫，做了姑的妾室，但终究是从将军府出来的。今日之事，姑有一定的责任，但说到底，还是将军您自己没有处理好那些事，扰了将军的宴会，姑就不多留了。萧文俊甩袖走人，季婉堂被魏启扶着离开。季婉堂那么喜欢做太子的女人，就让她死太子身边去。沈玉看完整场戏，不禁对纪灵另眼相看。叶轩也明白了，陈哥哥不喜欢乖顺的女子。纪灵和季心迪才刚坐下，姬儿小姐，我是国公府的嫡小姐叶轩，介意我坐这儿吗？当然不介意，叶小姐请坐。沈千兰原本也想凑过去的，看到叶轩比她动作还快，她便没有起身。姬儿姑娘，我想要冒昧的问你一个问题。叶小姐请说。姬儿小姐，你和端王是怎么认识的？叶小姐，这个无可奉告。二小姐，我没有恶意，若方才的话冒犯到你了，还请你不要介意。不会。叶轩只好转移话题，主动聊一些城中的趣事。纪灵平静的句句回应。认亲宴顺顺利利的圆满结束。哎，灵儿，陛下为何要给你赏赐啊？你可知？陛下的病好了，也是出自云归之手。小妹，你知道？你何时见的陛下？小妹也太能藏了吧！不是什么很棘手的病，碰巧能治。纪岭川没想到还有这事，陛下的病好了，看来朝堂又要变了。今日你们都累了吧？都早点回去歇息吧。纪灵回到青竹院，来烟，这些怎么放这儿？抬到库房去。小姐，夫人说了，这些呢都是陛下和瑞王赏赐给您的，让您存在自己的库房中，您可以随意支配。小姐要不要先顾目里面的内务，随后奴婢再清点整理，抬进库房。他回过神，打开一个箱子，是上等的绸缎布匹。来烟，去叫姐姐过来。好的，小姐。等等，回来。小姐，还有何事？我先看完，等会儿。纪灵接着翻开所有的箱子，老皇帝果然成双送的。萧敬臣送来的有一箱是玉石，还有一箱是金灿灿的元宝。叫人来把4箱抬回去给姐姐。是。兰因转头去叫家丁过来办。小姐可太豪横了。喏，赏你们的。小姐，是不是太多了？不多，快拿着。谢谢小姐。随后兰因也笑着接过道了谢。虽然她是孤儿，但刘大娘在她小的时候帮衬过她。对了，我是不是还欠瑞王200两？小姐若是没派其他人送去，那就是还没还。派人送过去，就说我忘了，非常抱歉，我连本带利还给他。小姐，瑞王都送您1箱子银票，他不差您这几百两的。我知道他不差钱，他赠礼是他的事儿，我那是借的，借的就得还，一码归一码，人不能没有信用。季心迪还在看着院中的几个箱子发愣，就当帮小妹保管着。瑞王府，殿下，希儿小姐派人送来银子，说是借的您的银子，前段时间忘了还了，还望您海涵，她连本带利还给您。这点小钱都能让他给记着，好像纪灵给他送了什么不得了的宝贝，让他爱不释手。翌日，纪灵拎着一壶桃花酿来到万法园。哟，贵客来了，贵客今日有何贵干呀？金公子可有兴趣小酌一杯？有兴趣，有兴趣，能与季小姐同饮是在下之幸。季小姐里边请。纪灵跟着清源上了2楼，阿燕则透过窗户看着楼下熙攘的人群。哦，好酒，季小姐今日怎有兴致来找在下饮酒啊？清公子道法独特，不知师承何处？知府说在外头不可报他名讳，季小姐恕在下无可奉告。依清公子的才能，不仅仅是万法园掌柜这么简单吧？季小姐说笑了，我就跟随过师傅几年，道法不精，如今靠变卖法器，看点风水，做点
点鬼，以此为生罢了。那日看到此人施法和师傅太像了，又不是一个世界的，也没听过师傅还有其他弟子。季小姐，你这魂儿如何了？已经没事了。季小姐需要帮忙吗？不用了，我已经处理过了。原本他归魂是想找此人在一旁帮忙护法的，如今他不需要了，不归魂已经不行了。阿燕扶着纪灵回到青竹院时，小姐这是怎么了？喝了点酒。季心迪过来时看到纪灵脸颊微红，小妹，你喝酒了？姐姐回来了，我的任务完成了。什么任务？姐姐，你知道吗？我当初只是想回来看看亲生父母长什么样，看完就想走的。再后来知道季婉堂不是亲生的，就想把你找回来，把季婉堂赶出去，等将军府回归正轨，我就走。如今确实做到了，我是不是可以去过自己想过的生活了？小妹，你要去哪儿？我想出去走一走，看一看这片土地，然后归隐田园，悠哉的过完下半生。他其实就是想师傅了。小妹，你想去哪？姐姐陪你去。这时兰音端来了醒酒汤，我来吧。小妹，来，先喝点醒酒汤。喝完醒酒汤，纪灵脑中清醒了不少。小妹，你是想出去走走吗？是啊，想去看看大赵国的大好山河。小妹，咱们才刚刚团聚，马上就中秋了，咱们一家子还没过过节呢。如果你想出去走走，姐姐陪你一起去好不好？不过我还是想咱们先过完中秋，然后可以去淮江。听闻淮江那边的风景很好，我也没去过。去完淮江，如果还想去别的地方，咱们到时候可以再看看。况且咱们还没一起过过年呢，姐姐想和你一起贺年寿。姐姐想去淮江。季心迪缓缓点了2下头，那就听姐姐的，等过完中秋后，咱们去淮江看看。与此同时，萧敬晨听完霍成的禀报，你说他去找谁喝酒，醉着回去？王爷，人没醉，或许是季姑娘找那亲公子有事呢。况且他身边的婢女也一直陪着呢。他有事为什么不来找我？想喝酒，本王也能陪他。萧敬晨眸中裹着一丝忧伤。王爷，早知道他就不禀报这事儿了。王爷，要不我去警告那个姓亲的，让他别惦记着季姑娘。你没看到是灵儿自己去找的他？灵儿为什么不来找他？难道一点都看不上他？王爷，萧敬晨直接挥手让他出去。霍成无奈告了退。他看着镜中满是锦衣华贵的自己，是不是这样穿不好看？他不喜欢。季婉堂死了，死得很诡异，倒挂在床边，脑袋抵在地上，面上表情惊恐万分。婢女见这惊恐的惨状，吓得急忙跑出去禀告太子。本就是没什么用的人，死就死了，丢出去。要不是季婉堂出的馊主意，他那日也不会丢尽了脸。几个下人随便找了个死枯井就扔了进去。同样，云归大师也离奇的死于狱中。为了大局，他还是动用秘术亲自把云归送走。云归，我对不住你。阿喜，别这么说，谢谢你帮我解脱。云归，是谁先发现的？将军府还是瑞王？是将军府的人。阿喜，你要小心将军府那个纪灵，他懂蛊。竟真的是他？他对你做了什么？我之前并不知道他会这些秘术，所以在季婉堂来找我时，我震了他的魂，他因此是找到了我。他很不对劲，我怀疑他被夺舍了。但他审我那日，我仔细看了，又不像夺舍，太奇怪了。此人留不了，你一定要找机会除掉他。难怪当晚他们姐妹2人能熬过他的蛊毒，想必瑞王的蛊也一定是他解的。云贵，我会带你回南游的，你放心。阿喜，谢谢你。随后祝喜把云归的魂魄收了起来，现在就等邢律司把云归的尸体丢出来。萧敬晨听到云归的死讯没有一丝惊讶，派人把云归的尸体如往常一样丢到乱葬岗，便吩咐人盯着，就看有没有鱼儿上钩了。3天后的乱葬岗，2个粗布麻衣的大汉在众多尸体中来回翻找。鱼儿上钩了。2个大汉找到后扛走了。霍成见状，带人悄悄摸摸跟在后面，云归的尸体搬到草堆上，便点起了火。捡尸仅仅只是为了焚烧吗？随即围攻了上去。2个大汉深知他们中了计，同时咬破嘴里毒药，当场中毒而亡。操他娘的，又死了！去看看身上有没有什么东西。祝席在如约的时间内没等到自己的人回来，云贵，只能先委屈你了。等过一段时间，我再派人去把你的尸骨拿回来。他们帮萧文俊登上太子之位，萧文俊也是时候该出点人力物力了。当萧文俊收到密信时，他满脸惊愕，原来是纪灵救的他。那父皇呢？父皇的病也好了吗？不论是谁挡他路者，全都得死。霍成回来禀报后，萧敬晨直接让他撤神。本王叫人新做了几套衣裳，你随我一起去
去看看款式怎么样？王爷变了，他家王爷变了。两人走进店中，你觉得这3套衣裳如何？王爷，这衣衫是您穿的还是给谁的？自然是本王穿的。哦，王爷，属下明白了，您是不是中秋佳节约了季小姐？您快穿上试试，属下给您好好瞧一瞧。衣裳摆在这儿，你看不出来？哎，王爷，这哪能一样？这衣衫肯定是要上身了才知道，一定要选一套最合适您的，中秋那日才能让季小姐眼前一亮啊！萧敬腾觉得有一丝道理，换上第一套青白色的长袍，如何？王爷，这身衬得您清雅俊逸，很像书中的翩翩公子啊！王爷，您再试试下一套。他又换上了另一套月白色长袍。王爷，这套就这套，宛如谪仙啊！见萧敬腾似乎又要黑脸，王爷，属下真的没骗你，真的如神君下凡一样。只是您别总黑着脸啊！这身衣袍，你应该配上您那温柔的笑脸，那样季小姐才会喜欢啊！这一套也是他相中的。王爷，容属下再多嘴2句。您从前总是喜欢穿玄色衣衫，又总是黑着脸，这做事又雷厉风行的，给外人的感觉就是您这个人很不好惹，不好相处。这俗话说啊，先敬罗衣后敬人。季小姐刚认识您的时候，一定也觉得您不好惹，所以您想让她喜欢上你，就得让她对您改观。你是说她对我的第一印象很差？王爷，方才属下是乱说的，兴许季小姐并不是这么想的呢。您想啊，季小姐年纪比您小上几岁，或许她这个年纪还并未考虑这些事情呢。可能是咱们太急了。这么多年他都一个人过来了，他可以等。王爷，您才和季小姐相识多久呢？她年纪也还小，女子一般16、17才婚配嫁人呢，季小姐还早着呢。我家王爷没救了，王爷他变了。萧敬腾现在甚是后悔当日的举动，不然他绝不会像现在一样开始会胡思乱想了。王爷，过几日便是中秋了，您是同季小姐约好了吗？本王还没约她，她应该会陪季大小姐的。王爷，那您这衣服是要什么时候穿啊？不是中秋穿吗？约不到，总能遇到吧。王爷，您是想偶遇啊？这个主意好，到时候您就这一身谪仙般的出现在季小姐面前，她一定会被您惊艳到的，您相信我。萧敬腾竟被霍成说的有一丝动容。王爷您放心，到时候属下都会给您安排的。时序至中秋，将军府比往年增添了清欢热闹，姐妹俩早早便命人准备好食材。小妹，你真可爱。姐姐很可爱哟。小妹，你现在真的像一只小猫一样。姐姐，这叫伤敌1000次损800。小妹，姐姐给你做一个独一无二的月饼。随即她拿起一个揉好型的面团开始雕刻起来，姐姐居然还会这手艺。给你。谢谢姐姐，我一会儿就把它烤了吃进肚子里。随后季灵也学着季辛迪雕刻了几个月饼的4不像，就这么被烤了出来。到了傍晚，全家人欢欢喜喜地吃团圆饭。大哥，这么热闹的日子，你不约几个朋友一起游玩吗？不，大哥要陪你们，你们对城中这些不太熟，大哥带你们玩。二哥，你呢？要不要同我们一起出去？抱歉，二哥有约了，不能陪你们一起去了，让大哥带你们好好玩。哟，二哥约了谁呀？男的女的？季灵这直白的话让全家人都笑呵呵起来。同聊而已。二哥，你该不会……小妹，别乱想，你二哥很正经的。我不信，除非你把八字拿过来我看一下。难不成我2个儿子真的……不会吧？我们将军府要绝后了吗？石燕，你约的谁呀？只是同聊，没有其他关系，我没有断袖之癖。说完，他瞥了一眼季灵，看你惹出的误会。当那几个4不像的月饼被端上桌时，这个是什么呀？大哥，我做的，你要不尝尝看？季灵傻眼，那不是他做的吗？辛迪，这个肯定不是你做的，一定是小妹做的。这个才是你做的，大哥都喜欢。大哥，你不怕撑死吗？不怕，你大哥我胃大得很，一会儿出去走2步就没了。吃完晚饭后，一行人要出门游玩。中秋夜的闹市区早已挤得水泄不通，兄妹3人顺着人流走。大哥，小妹，前面有皮影戏，咱们也过去瞧一瞧。好。而兰英和阿燕、季灵让他们自个玩去了。3人又走到一条全是卖灯笼的街市。姐姐，这个好不好看？好看。大哥，你看这个大虾，你想到了什么？什么？小妹莫不是想让大哥猜谜语？猜谜语啊，这个大哥不擅长。
不过你容我想想。半晌才讷讷开口：难道这就是黑灯瞎火？大哥聪慧。这我猜错了吗？没有。那你们笑什么呀？大哥猜谜语的样子很搞笑。走吧，前面还有好玩的呢。几人走到金水桥上，岸对面有一个男子正朝季承霄招手。辛迪、小妹，你们在此稍等我片刻，我去就来。欢月，看好两位小姐。去吧，大哥，我和姐姐就在这看一会儿。季承霄和同僚寒暄几句后便往回走。季大公子，他转身疑惑地朝声音的方向看了一眼。季大公子，您是一个人出来夜游吗？是你。上次公子相救，雪儿还未正式谢过公子，多谢谢大公子相救。不用，举手之劳，举手之劳。季凌芳才时不时就在看他大哥。姐姐快看，大哥桃花来了。还不知姑娘是哪家小姐？家父尚书大人上官之远，在下上官雪。原来是尚书大人的千金，幸会啊。上官小姐，我妹妹还在等我呢，我先失陪了。上官雪心中有一丝丝遗憾。季大公子请便。小姐当心！季灵和季辛迪在另一边看得抓心挠肝。咦，大哥真怂，8九不离10，将来就是他的嫂嫂。他转头到一边想洗洗眼睛。萧敬腾一身洁白月袍缓缓走来，那个是萧敬腾吗？该不会是他的什么孪生兄弟吧？灵儿，方才见你们笑得很开心，是在看什么趣事？他不想让萧敬腾看到自家大哥那副怂样子。没什么，睡王也出来夜游哈。季辛迪他正要行礼，季大小姐不用客气，今日中秋佳节，就当朋友一样，不用在意这些礼节。他自然知道瑞王是为了小妹来的，他识趣的趴在一旁继续看着自家大哥。瑞王怎的一个人，不约几个朋友一起游玩吗？这他很好奇他们到底在看什么。不过什么好看的都不如眼前的人好看。本王没有朋友，连季小姐也不想和我做朋友，所以我只能一个人逛。哪里，我们一直都是朋友。走，我带你去那边看，那边有更好看的。他很想握上去，但他不能，他现在得学会以退为进。哎呀，王爷，你能不能有点出息？季小姐的手就在眼前，勇敢的牵上去啊，快呀！没想到中秋还有水上表演，往年也有吗？每年都有，只是每一年的都略有不同。今年的表演我还没有看过。哦，睡王每年都是一个人看的吗？今晚不用多礼，你方才不是说我们是朋友吗？还是说你只是随口说说而已？哪里都依你，萧公子。萧敬腾听着有一种怪怪的感觉。那今晚本王可以同你和季姑娘一起逛逛吗？年年一个人逛很无聊。季灵闻言惊诧地看向萧敬腾。当然可以，你不介意就行。我不介意。两人随意聊了一些中秋的话题。季灵看到季承霄回来了，走吧，我大哥回来了。萧敬腾这才恍然大悟，是不是季大公子在干什么事？大哥，你脸怎么这么红？有吗？大哥，今日中秋人多眼杂，你该不会被什么人下药了吧？快，我给你把个脉看看。没有的事儿，你大哥好得很呢。睡王也在啊，睡王也要一起吗？季大公子介意？哪里？您请便。浩浩荡荡的6个人就一同在大街上边走边看着。